今年以来，美方多次寻求中美两军从防长到战区层级展开直接对话未果。中美防长在新加坡相会期间握手，但没有交谈，引发舆论热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美两军交往并非处于中断状态，但对话不能没有底线。就在当天，中美国防部几乎同时证实，两军高层8月中旬在斐济参加多边会议期间进行了沟通交流。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8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8月12号至18号，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林率团赴斐济出席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访问斐济。会议期间，与东帝汶、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多国代表进行了沟通交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同日也证实，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在8月14号至16号举行的会议中，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路透社8月31号分析指，此举预示着两国军事关系可能解冻。去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方宣布8项反制措施，其中3项涉及中美两军沟通机制，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今年2月，美方无端使用武力击落误入美国上空的中方无人飞艇，则进一步阻碍了中美两军高层重建交流。此后，在今年6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美防长没有像往常一样举行双边会晤，李尚福和奥斯汀只是在晚宴上进行了礼节性交流。而在7月中旬和8月初，中方2次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的军委外交官员，分别是驻美大使谢锋以及美大司司长杨涛。所以，此次中美两军的高级别交流是中美两军交流机制中断1年以来首次公开的面对面沟通。中美两军的这个沟通交流它不畅，不是中方造成的，是美方造成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了相应的恢复或者是沟通呢，我觉得对两国两军都是好事情，因为沟通交流就可以增进事宜。所以我觉得呢，沟通比不沟通好，这个交流比这个对抗要好。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此次军方高级别交流是在8月中旬，但直到半个月后，双方才释放消息。结合当前的中美关系风向，中方这边延后放出消息不令人感到意外，但美方对此事也一度守口如瓶，不仅没有第一时间放出消息，也没有所谓的消息人士向媒体走漏风声，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意外了。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一方面军事交流本身带有保密性质，所以有些消息不会第一时间公开，而且双方至今也没有公布沟通细节。其次，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恢复接触的新阶段，尤其是美方自6月起连续派出国务卿、财长等多名高官访华，商务部长雷蒙多更是8月底才结束行程。而军事领域作为中美关系重要一环，双方选择在拜登政府高层阶段性访华结束后才公布消息，显然也是考虑了节奏。此外，也不排除此次沟通交流并未事先安排，而是双方在多边会议场合下顺势而为，主要针对当下两军面临的紧迫性问题交换意见。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美军方人士持续以中美两军交往中断来渲染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最近一次是在8月中旬，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蒂芬斯克伦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军方正变得危险的傲慢。解放军东部和南部战区拒绝与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进行沟通，推升了美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此，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美方有关言论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众所周知，美军是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长期以来，美军在中国当面海空域实施高频度、大范围的抵近侦察和军事挑衅，极大增加了两军一线官兵误解误判乃至发生冲突的风险。要想管控风险，首先要管好自己。美军一边用行动制造危机，一边用语言管控危机，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美军这些动作背后都指向了阿奎利诺所领导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所以此次中美两军高级别交流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性。那么我们通过沟通交流，可以更好地阐述我们的立场更好地向世界或者是外界说明中国是要用行动和语言共同来表达一个意愿，就是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可以进一步的阐明美国的这些行动威胁了中方的安全，
或者是搅乱了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局势。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在8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阿奎利诺此次会议会成为与中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我们将始终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特别是当两大军队在同一地区活动时。Again, the broader point here being is that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do on our part to maintain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miscalculation, and ensure that we recognize that we have a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on, but we do not want a relationship that results in conflict. 对于中美两军交往何时能恢复正常，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同日回应称，当前两军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障碍，这局面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固守错误的对华认知，对华进行无理遏制打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售台援台武器，与台湾发展军事关系，频繁出动海空力量，在中国周边强化军事挑衅施压。此外，美方还拒不解除对中央军委领导的无理制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军队理所当然要进行坚决反制。所以不要看中美之间好像有了这种沟通，但是你不拿出实际行动来，也就是我们说的相向而行只让我们单方面的做出让步，只让我们单方面的做出保证因为美国一个劲儿的就是问中国，咱们的护栏在哪儿？咱们别撞到一起去你那个底线是在哪儿？护栏在哪儿所以说，军事上的底线也很简单，相互尊重，对吧？但是你说合作，那要看你的行动有没有诚意能不能够言行一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美两国国防部分别证实，两军高层8月中曾在斐济举行的防长会议上沟通交流。您对此如何看？我想大家看了这则新闻之后，一定会产生2个疑问。一是为什么中美两国国防部会罕见的如此默契，同时证实中美两军高层曾经在斐济会晤的事实；二是为什么双方不在第一时间内公布，而要等到半个月之后才公布。我认为从常识和理性上来判断，美方是非常想在第一时间内公布这一信息的，因为美方一直在呼吁中美两军高层恢复交流，并且这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是一个军事外交上的成就，说明他们有能力恢复中美两国，尤其是两军关系。因此未能及时公布的原因，肯定是因为中方不同意。中方不同意的原因，显然又是因为条件不具备。美方未能拿出足够的善意，不仅没有撤销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而且未能放松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卡脖子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个信息披露问题上，美方在等中方的回应，中方在等美方的善意。那么中方最终为什么又同意了呢？我认为这显然是因为刚刚结束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雷蒙多这次访华不仅承诺不会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放松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尤其是部分恢复了被特朗普中断的中美经贸与战略领域的对话机制。很显然，中方同意公布中美两军高层在斐济会晤的消息，意味着中方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认可了美方的善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处理彼此关系上2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美方的思维模式是割裂与单线条的，也就是我在经济上制裁了你，你在军事上我们还得交流。而中方的思维模式，这是符合与全方位的，是重视整体大环境与大氛围的。那么在两军高层斐济会晤后，中美两军关系接下来又将如何走呢？我注意到中美两军高层在斐济举行会晤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说，希望此次会晤能成为与中方定期对话的一部分，以始终保持中美两军沟通渠道的畅通。这背后的言下之意就是，美方并不满足于这次在斐济的会晤，不仅希望中美两军以此为起点，实现交流对话的定期化与机制化，而且希望中美两军的对话能够进一步扩展到国防部长层级。
那么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的回应是：沟通不能没有原则，对话不能没有底线。中美两军高层接触能否正常化，取决于美军是否能与中国相向而行。对此，我们可以解读为，中方暂时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将中美两军高层会晤机制制度化的要求，尤其是拒绝了美方提出的现阶段实现中美两国防长会晤的要求，除非美方能够满足中方最为起码的底线要求。那么中方的底线要求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吴谦没有明说，但说了一句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背后的潜台词已经是呼之欲出，那就是美方不仅不能继续在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原则和底线，而且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美方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必须要及时改进，也就是撤销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那么美方会不会在现阶段就改正这个错误呢？我认为至少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很难，因为这件事情涉及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面子与理智之争，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还涉及到了拜登与民主党的政治前途。假如在选前拜登政府这样做了，那一定会被特朗普与共和党批评为对华软弱，并因此而伤害拜登与民主党的选情。中美关系的几块拼图，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层面的交往都在恢复过程当中，这显然是好事情。但是恢复交流与接触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两回事。未来双方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防卫预算12连涨，防卫省狮子大开口抛出新造10艘宙斯盾战舰的计划，其排水量超过美海军主力阿利伯克级，瞄准打造2战后最大水面作战舰队，到底想干什么？直播港澳台由来自海拔6000米的昆仑山矿泉水独家冠名播出。